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魏涵，你就把我和舒旭赶出蒋家，未免太过心狠。前戏甫一铺垫好，温琪雅就开始唱戏了，是想借着葬礼道德绑架我呀？可有什么用？须知世人惯爱捧高踩低，昔年我为低，今日我为高。人走茶凉，现在蒋家的当家人是我，还有他什么跳脚的份？他想道德绑架我，也不看看他的绑架够不够得上我的边。温女士，据我所知，你和我爸并没有领结婚证，无论是这场丧事，还是蒋家的财产分配，和你都没有关系。至于蒋书旭，我爸都只认作干儿子，我可不敢替他喜当爹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毫不留情地撕破他的脸面。冷眼看好戏的众人很给面子地发出一阵嗤笑。温琪雅的表情僵硬了一瞬，又很快调整好。他最擅长识时务说鬼话，迅速调整策略。你心里有怨气，我能理解。可舒旭是你血脉相连的亲弟弟，打断骨头连着血的亲人，更是阵容唯一的儿子。你要断蒋家唯一的根，可想过怎么对你爸交代？传宗接代的话，哪怕从情妇嘴里说出，也很挠男人的痒处。场上不少男人当即目露赞同，一叠声劝起我来了。不知啊，你是知道我的性子的，别怪我多嘴。舒旭是蒋家独子，你和他同气连枝，要互相扶持才是。你李伯父说的有道理，有什么事外人只会看笑话，还得是自家人才能帮着解决。要我说，阵容也是糊涂了，其他的也就算了，公司还是要交给儿子的，你怎么撑得起来蒋氏这么大个担子？所谓的叔叔伯伯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不知是想借机分化蒋家，以待来日吞吃，还是真心觉得一切恩怨大不过所谓血缘香火，都劝我将蒋叔旭视若亲兄留在蒋家。而我满心嘲讽，原来他们也知道按岁数那蒋叔旭比我都大。我却不想接他们的招，多费口舌做什么？我难道动不了手吗？我找来灵堂安保，不是说了无关人员要清理，把这2个人带出去，四周为之一记。没想到我会直接无视，温琪雅被迫交出后手。小芝，阿姨本不想和你闹到这一步的，把阵容的遗嘱拿出来。私藏遗嘱是违法的。在一片寂静里，他声音里暗藏的自信不疑更加鲜明。也难怪蒋振荣一个老直男癌了，把正经婚生子赶到海外，却把私生子捧上天。蒋书旭毕业后就被他带着进入公司空降管理层，俨然一副把他当作自己接班人的架势。这种前提下，温琪雅自然不信蒋振荣会不立遗嘱让我捡漏了。我看了看身侧的徐律师，得到我的示意，他开口，我方是蒋振荣现实遗嘱事宜的全权代理方。蒋先生住院期间撤销了生前拟定的遗嘱，并未另立，所以其逝世时名下并无遗嘱。徐律师是蒋振荣生前最信赖的律师，他的话击碎了温琪雅所有的胜券在握。看着一脸不可置信的温琪雅，我心里暗叹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撑住啊，温女士，别现在就失去战斗力了。反倒是蒋书旭，眼看着要一无所有，却还在细细整理袖口的猫形袖口，宛若云淡风轻、淡泊名利的清贵公子，真是比他妈还会装。温女士，藏匿遗嘱是犯法行为，你的污蔑我保留追究的权利。如果你对遗产的分配、律师的职业操守等等有质疑，请报警，我会对警官问必答。我不屑地撇撇嘴角，深知这样会更刺痛面前人的心，但绝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冲到我面前乱吠，
我也会笑脸相迎。温琪雅仍是不信，振荣怎么可能撤销遗嘱？谁都知道他有多爱护舒旭，又在多少人面前说过要把蒋氏交到舒旭手里。反倒是小芝你串通律师篡改遗嘱，小芝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如果我真报警了，他佯装出不忍心报警的样子，语义里的威胁锋芒毕露。懒得听他继续废话，我转头催促保镖，还等什么？把这群不三不四的人给我赶出去！你，蒋家遗产纷争帷幕初起，没人愿意在这时候得罪我，一个强势的当前赢家。无人阻拦，他们母子二人被推搡着请了出去。我注视着他们屈辱又愤怒的身影，勾起嘴角。我早说过，如今的蒋家是我蒋不知的蒋，而我自然可以肆意妄为，做一些我图谋已久的事，比如夺回蒋家，比如了结仇敌，比如羞辱蒋振荣。蒋振荣啊，好好看看，这就是你费心宠爱的小三，和你寄予厚望的儿子。一个撒泼打滚，一个装腔作势，全都不堪一击。最重要的是，没有一个在意你，只顾着在你的灵堂抢遗产啊！你的葬礼也好，你的生前也好，统统成了一场笑话。而这场笑话绝不会就此消弭。果然，温琪雅迅速报了警，为这场声势鼎沸的闹剧更添柴火。小黑屋里，审问人员开门见山：“蒋不知，有人举报你私藏遗嘱，操纵他人遗产归属。你见过这份材料吗？”我一看，是老头子生前立的遗嘱，他竟然给了温琪雅。哎呀，谁能想到老谋深算的蒋振荣也有河边失鞋的一天，把这种东西流露出去，难怪他们有恃无恐，再不把他放在眼里。才见到，不过没盖章没公证的遗嘱有什么用？我1小时能编出10份不一样的。持有人坚称蒋振荣先生生前所立遗嘱，我们也在律师那找到电子版，不过被销毁了。警官面容难看，你是否收买律师销毁了这份遗嘱，操纵蒋振荣先生遗产分配？我笑了，警官先生，你们动作这么迅速的话，怎么不顺便看看徐律师电脑里其他相关材料呢？比如蒋振荣在病房撤销遗嘱的视频。审问的人傻眼了，连忙出去和外面的人一起核对材料，还真找到我说的视频。视频里蒋振荣意识清醒，头脑清楚，在律师以及公证人员的见证下，亲口说出了撤销遗嘱的话。一切合法和程序，再不会有比这更公平公正的事了。温琪雅惊诧地看完视频，始料未及，这不可能，撤销遗嘱这么大的事，振荣不会不声不响地办了。他那么疼爱舒旭，不会想到什么，他又找回底气，视频也可以拼接伪造的，你们要好好查一查呀。自然是查验过的了。我施施然走出小黑屋，不是谁都像你一样那么擅长剪辑视频的，温女士别总是以己夺人啊。我有一个水性极好的姐姐叫蒋不慢，却在温琪雅和蒋舒旭住进蒋家不到半年后溺毙在泳池。监控视频有再明显不过的拼接痕迹，连当时未成年的我都看得出来。蒋振荣却视若无睹，第一时间销毁监控母带，坚称姐姐是意外死亡。一条人命，我的姐姐的死亡就那样轻飘飘被按下水面，不见天光。哪怕时隔多年，缺少证据，我也要为她讨回公道。你对我总是这样夹枪带棒的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可是涉及法律的事却不是小芝你能耍孩子脾气的。他状若无奈的叹气，却不再像之前那样四平八稳。他慌了。警官同志，视频是真实的吗？得到确认，
温琪雅的脸色迅速灰白，却还不肯放弃。这也不能保证振荣的决定是发自真心的。他当时生病了，头脑本就不清醒，说不定是谁用手段控制了他，药物、催眠都有可能啊。温琪雅又开始泪眼涟漪。振荣虽然不在了，可如果他死前真的经历了什么，我是死也不能放过，必然要追查个水落石出的。无论是医院的病历、用药记录和医疗评估，还是三方公证人的证词，都可以确认我爸当时神志清醒，自主决策。我耐心为他科普。温女士是觉得自己的突发奇想比医生的专业判断、遗嘱公证的程序、警方办案的能力都更可信吗？还是说你知道什么内情？你别瞎说！温琪雅连忙否认。那谁知道呢？毕竟温女士那么爱我爸，她生病住院肯定全程陪护，有人对她做了什么，怎么能逃过你的法眼？我似笑非笑，真要说起来，最有机会对她做什么的就是你了。偏偏你又着急把她火化了，怎么那么像做贼心虚啊，温女士？温琪雅身形一颤，忙转移话题，要查医院。警官无奈忙叨叨转开，温琪雅却明显心不在焉。谁都知道蒋振荣没被控制，他提出细查不过是为了掩盖心虚。他到底心虚什么呢？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，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警局一事后，遗嘱再没有可做文章的了。但我知道，想顺利继承遗产，拿到奖是难题在后面。在蒋振荣不遗余力的铺路造势下，蒋淑旭在公司根基甚稳，甚至蒋振荣早把一部分股份转移给了他，以至于如今管理层里还有不少站队他的高层。我自信可以在商场上斗赢蒋淑旭。可一来落败退出蒋氏这样的结局，在我看来实在不配他的罪恶；二来公司内部斗争影响股价，伤害的是更多下游产业和股民，并非我所愿。我还在思考，温琪雅先做起腰了。她尤其爱提着饭盒出入公司大楼，美名其曰担心儿子因为父亲去世伤心过度吃不下饭。他频频出现在我眼前，已经足够恼人。更罔论他频繁出入的是公司第二大股东黄焕的办公室。自从他和黄焕搭上关系，本在我和蒋淑旭之间摇摆不定的黄焕态度也渐渐明朗。公司早会上，他屡次打断我发言，却对蒋淑旭多加赞赏。我说：“小芝啊，听你黄叔的，左右你手里的股份也够下半生不愁了，蒋氏就交给淑旭好了，我和你哥哥还能害你？你妈专心找个好男人，嫁了经营好自己的小家才是要紧事。”早会结束后，黄焕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势数落我。站在他身侧的蒋淑旭含笑不语，望过来的眼神满是不屑挑衅。我的私事就不劳黄董挂心了。我满心作呕，看来要把这个黄焕一起剔除了。看来之后的股东大会，黄董有心仪的人选了。自然，女孩子经手一下公司镀镀金，好找人家也就够了，正经还是要交到男人手里的。黄焕雨寒敲打，深以为然。他挺着个大肚子，颇为轻蔑。听说你和齐雅置气，到底是长辈，你从前以后都得他照顾。女孩子家家的要孝顺乖巧才好。这样吧，过几天我请你们晚餐，饭桌上你给温姨赔个不是，这事也就过去了。真是忍不下去了，黄董近期还有空暇。匿名举报的事，黄董不会还不知道吧？他当然不知道了。他偷税漏税、侵占公款的证据还在我手里，本来没准备这么快送他走的，谁让他自己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？黄焕闻言脸色不对，
有心想问我，又不愿落了下风，勉强应对几句后，迫不及待离开。被瞬间遗忘的蒋叔旭没有走，死盯着我：“你做了什么？”现在的话，还什么都没做。我眯起眼，不过很快就不一定了。蒋叔旭脸色难看得很，不过我很理解他，任谁才找到的靠山，转眼就被扳倒，也很难冷静。他很快恢复风度离开，丢下一句：“蒋家的蒋是谁的蒋犹未可知，妹。”啊！我要杀了他！他爹的叫我什么？真恶心人啊！真会恶心人啊！怎么会有攻击力这么强的2个字啊？黄焕自身难保，没有黄焕的支持，光靠蒋叔旭那点股份想压过我是不可能的。温蒋2人见曲线救国无望，只能打官司从继承法下手，为蒋叔旭争取继承权。说起来，我还以为温琪雅会第一时间打官司，没想到这在他那还是个备选方案。这继承遗产之路还真是迷雾重重啊！但无论多少迷障，蒋振荣的遗产，温蒋2人的后半生，都必须掌握在我手里。转机很快到来，蒋振荣另一个私生女蒋淑涵主动找到我，她生母难产而死，被蒋振荣辗转脱手交给好几个情妇照顾，最后成了温琪雅养女，却被他丢在郊外别墅，没和温琪雅一起住进蒋家祖宅。我那时自身难保，只知道有他这个人，却不曾见过几面。又有什么好见的？一同在苦难里尽自的弱者抱头痛哭流涕。我知道我和他都不会喜欢这种受害者见面会。蒋淑涵成年之后就不再和蒋家联系，我很好奇他怎么会在这时候找上我。蒋淑涵递给我一张亲子鉴定书，蒋振荣多疑，私生子都做了亲子鉴定才肯养。这东西，我想蒋叔旭也有，早已有亲子鉴定，难怪温琪雅敢火化蒋振荣的遗体。我以为他只是想掩盖蒋振荣死亡的真相，现在想来，这其中大有深意。我真心实意地对蒋淑涵道声谢，有他这份线索，我终于找齐了真相的最后一块拼图，把蒋叔旭无伤清出，彻底接手蒋氏，指日可待了。蒋淑涵和我记忆里的样子差距甚远。彼时，他应着蒋叔旭的要求，冒着大雨从别墅赶到蒋家老宅，只为了送一本无关紧要的书。蒋叔旭不许佣人给他开门，他被扔在雨里，淋了4个小时的雨。我带着一把伞去找他，他却不要伞，伞救不了我，只会令我淡忘此刻。细密的雨帘下，一双清灵灵的眼睛从伞檐下望过来，我窥见了他恨意之火下正在痛苦，正在被伤害，正在碎裂的灵魂。而此刻，他在咖啡厅拐角的阴影里做成了一桩风波不动的木雕。你不会止于遗产的，对吧？我知道，他已不会轻易被伤害，他碎裂的灵魂重新被粘合。当然，我怎么会甘心让他全身而退？我和你一样恨蒋叔旭。是了，比起惺惺作态钝刀子割肉的温琪雅，看似置身事外的蒋叔旭才是最可恨的那个，不只是因为他是既得利益者。起先我也被他外表蒙蔽，直到他进家不到3个月，我养的4只猫全部惨死。哪怕我有所察觉，百般防备，我的小猫还是全死在他的手里，从一开始的淹死、摔死，到最后凄惨地出现在我的床上、浴室里。如此直白的挑衅和恶意，蒋振荣却视而不见，轻拿轻放为意外。他甚至不许蒋叔旭成为动手的人，以免落人口实。蒋振荣的偏护让蒋叔旭更加不加收敛。高空落下的花瓶，藏在门上的铡刀，卧室里突然出现的蛇，食物里的过敏源，他总露出一丝马脚，
好像不打算害死人，实则只是不想干脆利落的害人。他要我和妈妈在恐惧里殚精竭虑，耗干心血，再给他们母子二人让位。蒋书涵听完我的描述，再喝不下咖啡。温琪雅害死我妈妈，蒋振荣因他生了个男孩就放任不管，将我像宠物一样送给他宠爱的情妇，甚至把我挂在杀母仇人名下。蒋书旭肆意虐打我，拍下我的照片，逼我去陪他的兄弟给他换取资源。我报警又被蒋振荣施压撤回，不了了之。他半张脸落在阴影里，仇恨点亮了阴暗的眼眸。以前没办法，逃离是我最好的路，可是我不要一直逃，我从来不打算一直逃。当然，我毫不犹豫道，我们要夺回属于我们的，回敬他们给予的。四目相对间，我们达成了共识，那绝不是受害者互相舔舐伤口，而是复仇者的共谋。法庭上，温琪雅果然拿出蒋书旭的亲子鉴定。这份亲子鉴定书可以证明书旭是振荣的亲儿子，按照继承法，他何该继承振荣的一半财产？饶是厌烦他至极，我都忍不住笑了。你在说什么笑话？登堂入室太久，忘了自己没有结婚证吧？我妈只是去了国外，可她还是我爸的法定妻子。这也是支撑我妈被那对狗男女折磨那么久还不肯离婚的支柱。我以为柔弱可欺的母亲，在得知蒋振荣死讯的那天仰天长，擦掉眼角的泪，狠狠对我说：“芝芝，这就是我不肯离婚的原因。那个老东西抽烟喝酒养女人，眼瞎心盲疑心重，怎么可能活得过我？有那张证，他活着挣到的所有钱都要分我一半，死了的遗产也都是我们芝芝的。”被律师科普蒋书旭只能分到1/6的遗产，蒋书旭脸色难看，却还强撑着，无论是多少，我都是爸爸的儿子，我要捍卫我的身份，捍卫我的继承权。我爸一直没有认回你，未必没有别的考量。这份鉴定书年代久远，当时的技术不完善，我质疑它的可靠性。无视蒋书旭看小丑一样的眼神，我继续道：“我要求重新做亲子鉴定。”蒋书旭丝毫不慌，不认回我，是爸爸不想我和妈妈受流言蜚语的困扰。时间更不影响这份专业亲子鉴定的真实性。我却觉得好笑，蒋振荣曾在喝醉时吐露真心，要不是没有儿子传宗接代，他不会接回私生子，哪怕认作干儿子当遮羞布，还是给他的声明赫赫添上一笔污字。蒋书旭在楼梯上听到这些话，第二天依旧能毫无芥蒂地做孝顺儿子，连蒋振荣都被他骗过去。论演技，谁能超越有利可图的投机者？妹妹明知道爸爸的遗体已经火化，你只是想拖延官司。蒋书旭言之凿凿，但你阻止不了我得到应得的继承权。他意气风发，笃定自己是此事主角，我不过是一时跳脚的拦路石。可惜，当然可以再做亲子鉴定。就连我也是问过律师才知道，蒋振荣还留了这条后路。我爸在医院动了精子。温琪雅闻言脸色大变，蒋书旭却不以为然。看来温琪雅把他也蒙在鼓里。做就做，等几个小时又怎么样？你也只能拖延。温琪雅摇摇欲坠的声音打断了他：“我们不做，已经有鉴定结果了，凭什么再做一遍？我们不做。法官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”然而他的异常谁都看得出来，连蒋书旭都难以置信地瞪着他，更何况法官。3个小时后，新鲜出炉的亲子鉴定报告揭露了蒋振荣戴了20多年的绿帽子。怎么回事？妈，我到底是谁的孩子？法院做的鉴定，
让蒋书旭甚至无法自我洗脑是我买通医院伪造报告。儿子的连声质疑，也可能是失去唾手可得的庞大财富，让温琪雅不能自已的痛哭流涕。你是我的孩子，这就够了。她哀哀戚戚地哭诉自己生下孩子后的辛苦，发现孩子不是蒋振荣的天崩地裂，为了不让孩子成为没爹的野种受尽冷眼，也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成长条件，迫不得已骗了振荣。好一个得了便宜还卖乖！我冷眼看着他巧言令色，把错推得一干二净。温琪雅真应该去地狱当摆渡人，有他这张嘴，地狱空荡荡，全员上天堂。可惜法律跟他以往哄骗的蠢人不同，没有血缘关系就是没有。温琪雅花半辈子去帮一个糟老头子，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走出法院，温琪雅撕开假面，恶狠狠道：蒋振荣这辈子都没爱过你和你妈，你们两个就是被抛弃的可怜人。你以为你赢了？好戏在后头。我毫不在意地笑了。是的，好戏在后头。这些年蒋振荣给你们花的钱可全是婚内财产，你猜我会不会追回呢？他们狼狈遁走，看来猜到正确答案了。蒋振荣就算超爱又如何？最后继承遗产的是我，不被钱爱的才是可怜人。很快，温琪雅住的别墅被收回了，因为是蒋振荣送的。保险柜里的金条珠宝没有了，因为是蒋振荣买的。就连银行卡里的钱都消失了，因为是蒋振荣转的。能把财产追回的这么轻松彻底，还多亏了爱记账的蒋振荣，他把给温琪雅的花销全做了记录。男人呐，就是靠不住。蒋书旭也一样，他手中的股份是蒋振荣赠与没错，但鸡贼如蒋振荣，在赠与合同上标注了赠给儿子。如今他私生子的身份破灭，被赠与的股份理所当然可以追回。没了股份，曾经骑虎难下支持蒋书旭的高层也不得不下，我轻松将他从公司开除。我特意交代细查蒋书旭经手过的所有项目和资金，温琪雅大掏大买这些年，还能迅速还上亏空，少不了蒋书旭在公司中保私囊的补贴。蒋书旭的手段不算多高明，专业会计师一查就查出不少账目问题，什么供应商、经销商回扣、不翼而飞的项目经费、虚报的亏损。为了更好地吸蒋氏的血，他甚至开了空壳公司，吃的那叫一个脑满肠肥。多好的送分题，我反手就是一个诉诸法庭。蒋书旭为了偿还欠款、减轻刑罚，四处借款，急得火烧眉毛，偏偏拜他们母子高调的遗产争夺战所赐。他私生子都不是的落水狗身份，在北城已经人尽皆知，没人愿意搭理他。我缺德的给蒋书旭发了个短信，恭喜蒋书旭喜提牢狱大礼包，蒋总什么获奖感言。许久未回，我若有所感，打电话过去已被拉黑。不过是得到应得的一切，为一部分所作所为付出微不足道的代价。他不会以为我的回合这样就结束了吧？原来真有人可以蠢到自寻死路。在公司地下车库被迷晕过去的那一刻，我只想冷笑。你跟你妈的戏码都一样老套。再度清醒，我已然在一个废弃港口，身上的首饰手表全被扔了。看着形容狼狈、写满落魄的蒋书旭，我没有克制自己的冷嘲热讽。蒋书旭顶着硕大黑眼圈的眼睛，歇斯底里，无所谓心，管用就行。不可一世的蒋不知，蒋大小姐，你不就又落到我手里了？熟悉的令人作呕的话，唤醒了我的记忆。用阴私手段把我和妈妈吓得神经衰弱搬出蒋氏祖宅后，蒋书旭仍然不满意。
一次外出，我被他迷晕绑到了一座别墅里。可笑的是，那座别墅还是我的生身父亲送给他的。别墅里安装了巨大的银幕，环绕全景音箱，只为了在我眼前播放视频。他录下了杀我的小猫的视频，一遍遍在我眼前播放。他逼迫我睁开眼睛，在我耳边讲述他折磨猫时的愉悦激动，又怎么把血混在水里，把猫肉混在肉里，让我一无所知地吃下去。在我呕得撕心裂肺、恨得目眦欲裂的2天2夜里，他无数次重复，不可一世的蒋不知，蒋大小姐，你落到我手里了。回忆起曾经的梦魇，我颤抖着问出最关心的问题：我姐姐也是你杀的，对不对？蒋叔旭意外了一瞬，爽快承认：你竟然还惦记着她呀？是我。看出我的在意，他炫耀般回忆起来：你姐姐比你谨慎多了，我滴了她好久都抓不到她。你猜我最后怎么成功的？吐着信子的毒蛇在胃里翻涌，我不可自控地哆嗦起来，但我并不想让他闭嘴。快说，说，那天你出去玩，回来迟了，我就骗他说你在我手里。他果然乖乖跟我去了塘边，我在那把他溺死了。大脑一阵轰天嗡鸣，即使早隐约猜到凶手是他，因为温琪雅不够分量让蒋振荣对女儿的死置之不理，但此刻我对蒋叔旭依旧恨不得生啖其肉。蒋叔旭翻出细节继续刺激我，他想跑，差点就成功了，最后还是被我扯着头发摁进水里。他在水里扑棱的样子像只剥了皮的青蛙，丑死了。我本来没想杀他，就想给他一个教训，谁让他一听我还准备找你，就格外激动。我得用大力才能压下他的挣扎，一个用力过猛，他就淹死了。我还慌了一下，担心老东西怪我，没想到他那么不在意女儿的死，真不懂事啊！死在外面多给我添麻烦。知道把他拖回泳池换上泳衣费了我多大劲吗？蒋叔旭拍拍我的脸，甚至有些厌烦。我说不出话，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表达我心中的愤恨，唯有用我的牙齿立刻咬破他的喉管，用他鲜血才能浇灭我5脏6腑每一根血管的仇恨。他欣赏着，甚至享受着我的痛苦，想杀了我。可惜是你要被我，蒋叔旭，不，温书旭。我从牙缝里挤出字句：我不是蒋振荣。秘密猝不及防被我戳穿，温书旭瞳孔急剧收缩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杀了蒋振荣吗？温书旭恢复镇定，看向我的视线更显杀意重重。无所谓，不管你怎么知道的，你都会死在这，带着你的罪行。我摇头，我设置了定时邮件，如果我第2天早上没取消，他会带着一切寄给警局。四目相对，谁也不肯退让。我和他都在赌，他赌我所说话的真假，我赌他不敢赌。你到底怎么知道的？温书旭松开手，我赌赢了。蒋振荣死前不久把你叫去病房臭骂一顿吧，因为你转移公司财产，想架空他。原来是你告诉他的。我说老东西躺在床上要死不活的了，哪来的眼睛知道我的事？温书旭啐了一口：你诈我，你没有证据，全是猜的。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？我挑眉，何以见得？温书旭有我不知道的细节。得知蒋书旭背着他的小动作，蒋振荣在病房把他一顿臭骂。蒋书旭早盼着蒋振荣死了好继承遗产，也不知道蒋振荣先找的律师撤销遗嘱，不再演戏，故意顶撞之下，蒋振荣被他气死。是蒋书旭买通陪护伪造了蒋振荣的死亡时间，以防我提出尸检发现异常，
也自信遗嘱在万无一失，蒋振荣的尸体以最快速度被火化。可惜蒋叔旭算错两件事，一是自己其实亲爹不明，二是被蒋振荣一副无条件疼爱的样子骗到，以为他是真慈父。事实上，一触及到自身利益，比如发现儿子要架空自己，他立马就要撤销遗嘱，以此操控蒋叔旭。对蒋振荣来说，听话的儿子才是他的爱子，二者缺一不可。等等，我根本没有碰总公司的资金，也没想架空那个老东西，是你。温书旭猝然反应过来，见我毫不畏惧的点头，他气笑了，真是低估你了。借我的手气死老东西，蒋不知你打得好算盘，别推卸责任。我只是诬陷你，如果你们真是慈父孝子，这点假料根本无伤大雅。老东西死都死了，争论这个也没意义。温书旭嗤笑，倒是你，等去了缅甸可看不到现在这个模样了。他抚摸着我的脸颊，眼底生出一丝垂涎，把你就这么送去缅甸，还真便宜那帮人了。我厌恶地避开他的触碰，想知道的都已经探听出来，没必要再跟他虚与委蛇了。被警官反剪双手按在地上时，温书旭垂死挣扎，怒不可遏地瞪视我，你他妈的！温书旭被堵上嘴带走了，我蹭擦着脸颊，接过备用手机，打开蒋书涵的对话框。我被迷晕带出设置的安全活动范围后，埋在我小臂皮下的定位器自动向他报警。与我达成共识，共同对付的蒋书涵时刻关注信息，立刻报警。早在半路，警官就跟上了温书旭的车。温书旭被抓后坚持要叫我，否则不愿交代线人的线索。知道他想问什么，我见了他后直奔主题。回国前刚把定位器埋入皮下，超长续航，远程启动录音。猜到你会狗急跳墙，我用自己做饵，一切都是算计好了的。但你不动坏心思，我所有的招都是空打。温书旭沉默半晌，还是不甘心。你早知道我不是蒋振荣儿子，那谁能看出来你俩坏一窝去了？那你，如果我就是蒋振荣儿子，你要拿我怎么办？无计可施了。我摇了摇手指，温书旭，你不好奇我为什么在蒋振荣那泼你的脏水吗？你想败坏我的形象，让蒋振荣对我失望？温书旭的猜测令我由衷感到滑稽，完全还停留在等老爹赏肉吃的逮捕阶段呢，真是太小儿科了。蒋振荣执掌蒋氏多年，有如铁桶一般，自然不会没发现温书旭的小动作，他只是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。我比温书旭更早看透蒋振荣的本质，知道他的底线在哪，而这底线的在关键时刻踩才有用。我原本是有更好的时候引爆这颗雷的，但温书旭趁蒋振荣住院，对蒋氏旗下的几个小公司下了狠手，那些公司都是我为你预备的。我不允许你在接手之前毁掉他们。温书旭清楚，我不是在说大话。等你分走这些公司，他们会拖着你和你从蒋家挖走的所有钱坠进深渊。温书旭颓唐瘫坐在椅子上，他知道自己输得彻底，却不敢想我会在监狱里经历什么。你都准备了什么？他像条丧家之犬一样摇尾乞怜，至少告诉我要经历什么。我淡笑不语，在他的注视下离开。当然是未知才最令人恐惧。我被困在那2天的噩梦里整整3年，即使脱困了很久，我也依旧不敢看电影电视，对食物和水有生理性的抗拒，看见猫就会尖叫流泪。3年里无数次，我将自己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。我痛苦那么久，温书旭因为经济犯罪在监狱里待的那区几年怎么够？
他要在罪恶的监狱和罪恶的凡人带到苍苍白发，带到与世分隔，带到他的罪孽肮脏的灵魂被洗刷千百遍，方稍稍使我怒火平喘，安枕欢颜。放心，温书旭，我会安排好一切的。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。喜欢你死后这些故事吗？墓园里对着蒋振荣的墓碑，我缓缓道尽这些天的故事。你喜欢？你看你笑得多开心啊！墓碑上我给蒋振荣挑的遗照笑得开怀，那是他接温书旭进蒋家时拍的全家福，真合适。蒋书旭不是你的儿子，但性情跟你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一样的自私、狠毒，更别说他还真给你养老送终了。你养他20年，岂止是不亏，简直是赚死了。舒涵改了母姓，和蒋断绝关系，你的遗产也一分不要。你对他的存在可有可无，他也当真弃你而去。某个角度上，你们也是双向奔赴。至于我，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一切的真相呢？我偿还了你的生恩，也报了你的不养之仇，我们两不相欠了。我只苦恼妈妈也姓蒋这件事，不然我早改随母姓了。不过无所谓，蒋是个好姓，只是可怜出了你这么个歹孙。你喜欢强调我的蒋是你的蒋，那么以后我会告诉所有人我随母姓。蒋家的蒋，蒋不知的蒋，蒋不慢的蒋，都是蒋心怡的蒋。玉气一扫而尽，我发自内心的畅快。你蒋振荣绝后了，你这么重视香火，可千万要再气死一次。你对那么多的苦难视而不见，装聋作哑，好像没有脾气的死人。如今苦难轮到你身上，就算你真是个死人了，蒋振荣，你也必须要生气。天理昭彰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报应不爽。转身离开墓地时，一只流浪猫躲在一棵树后，怯生生地看着我。我朝它喵2声，它颠颠跑2步，落入我怀里，喵喵呜呜。我抱着小猫，在一阵温柔的风里迈步向春天走去。我终于跨过一整个灰暗痛苦的少年期，走向成年。我想我走出仇恨了，在我亲手报仇之后，如此可谈未来，始终一而再再而三，三而不竭，千次万次，毫不犹豫地拯救自己于世间水火之中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